在搬来西班牙之前，我在网上找房子，但我发现出租房很少有配烘干机的。我才知道，原来烘干机在西班牙，甚至在整个欧洲都不是像在加拿大那样几乎是租房的标配。所以这也算是我生活降级的开始吧。我发现在我搬来西班牙的这2年时间，有很多的生活方式和心态的变化。今天我就想从3个方面来讲一讲。第一个是我来了西班牙之后不再用的东西，就是必然得的滤水壶。我记得我当时到加拿大之后，第一次去逛沃尔玛，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滤水壶。我其实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了，感觉好像只有通过那个滤水壶滤出来的水才能放心喝，而且还要加一个加热水壶，要把水烧开了才喝。我当时的加拿大本地室友他不加热，就直接把滤水壶放到冰箱里边，然后直接倒出来喝。在我到了西班牙之后，第一个买的东西也是必然得的滤水壶，感觉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但是后来我发现有很多西班牙本地人，他们就直接喝水龙头里的水，马德里的水直饮还是没问题的。我有一个西班牙本地的同事，他在去茶水间的时候，我们本来茶水间里边是有一个净水器的，但他从来都不用净水器里边的水，他除非是去接热水，如果是接凉水的话，他就直接接水龙头的水喝。我去本地人家里面做客，他们给我喝的也是直接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的提前装好的水龙头的水。我发现我喝了几次好像也没什么事儿，所以后来我就把我的滤水壶挂到小红书上直接送人了。不过现在其实我还是能喝出来水龙头的水里边是有一股味儿的，有的时候是塑料味儿，有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但是感觉喝下去了之后也没什么不舒服。而且我是希望我生活中的物品越少越好。这个滤水壶我送出去差不多能有1年了，在这1年之中，我一直就直接喝的水龙头的水，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再来讲讲我的热水壶，我其实之前是一个算是挺矫情的人吧，就是我在买热水壶的时候是必须要求里边的内胆的内圈是不能有胶条的，所以我就找到了双立人的一个纯不锈钢里边没有任何胶条的一个热水壶。但是2个月前双立人突然发了一个召回通知，我的这个热水壶就包括在其中，好像是因为它把手有问题，在水烧开了之后把手脱落，造成好几个人烫伤，所以他们就把这一批产品给召回了。召回的时候是不需要你把东西寄回去，你只要把线剪断，给他拍一张照片，然后他审核之后就给你退款。我现在还在等待过程当中，估计再有2周应该就能收到退款。当时在收到这个召回通知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因为我发现我好像1个月也用不到几次这个壶。我不喝茶也不喝咖啡，每次用这个热水的时候都是烧开了一大壶，但是其实也就用1-2杯，之后这个水就直接晾之后倒掉了。但我如果真的想喝热水，我只要把水杯放到微波炉里面就可以。所以当这个产品要召回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好了，我的生活物品里面又减少了一样。就感觉来了西班牙之后活得越来越糙了吧，但是却觉得很轻松。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每周都开车去 Costco 大购物，买一整箱的48瓶矿泉水，同时还要用滤水壶，还要有一个热水壶。现在觉得生活中一下少了好多东西，特别开心。我第2个要讲的方面呢是购物方式。我是一个网购的重度患者。我记得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因为没有淘宝可以用，觉得生活特别不方便。后来就逐渐适应了用亚马逊。像除了吃的东西去超市买以外，剩下零零碎碎的基本上我都是在亚马逊、Canadian Tire 或者沃尔玛。化妆品有的时候是在 Shoppers， 因为有积分可以赚，几乎也都是在网购。我查了一下，我在刚来西班牙第1年，那年我是从5月份开始在亚马逊上下单的，到年底我下了将近70单，所以平均下来每个月8单，如果是按全年算的话，
那么差不多我一年能下100单，但是我第2年的下单数量直接砍半，只有50多单。我今年从1月份到现在也才下了10单，所以有可能到今年年底应该是30单左右。因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了，所以我就把我的亚马逊 Prime 会员也直接给取消了。我觉得我网购减少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我买的东西越来越少，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边买东西相对来讲比较方便。在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走路15分钟之内一共有4家西班牙本地的连锁超市。我基本上在生活中需要用的东西都是步行距离，当天就能买到。而且我觉得我的购物习惯好像被某些欧洲人影响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参加一个全球的培训，在线培训，我们的讲师是美国人，但是参加培训的学员几乎都是遍布欧洲各国的。当时正好是在圣诞节之前，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没有及时回来，老师就开玩笑说肯定是去收亚马逊的快递了，在圣诞节之前大采购。但是刚好他说的这句话被回来的这个同学听到了，他就很严肃地说他其实从来不在亚马逊上购物。无独有偶，我的一个本地同事，他也几乎不网购，他平时生活中有任何的东西他都直接去本地的店铺买。他认为他应该多去支持实体经济，因为他看到有很多实体的店铺因为网站的冲击不得不关门。其实这也让我想起来，在我的家乡，我们之前有一个地下商场特别的有名，离火车站很近，所以人流特别多。但是在前几年回国的时候，里边变得特别萧条，大部分的店铺感觉70%、80%的店铺都没了。小时候我们特别爱逛的那个区域，几乎每次说要逛街都会去那儿转一转，但是现在已经都没了。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国内的网店对实体店的冲击其实比国外的更大，因为在国外他们不管是网上还是实体店卖的是同样的东西，价格也都一样。但是在国内有一种说法，你在所谓的淘宝的旗舰店买到的衣服，虽然款式同一品牌的衣服，虽然款式是一样的，但是材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夸张了，你这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而且还会导致专柜的售货员压力特别大，每次来个客人还要跟他们解释我们店里面卖的东西是比网上要好的，虽然比网上贵一点。在我离开加拿大之前， Temu 已经开始在加拿大做宣传了，好像还有一个叫 Shein 的网站吧，好像还有一个叫卫士还是什么的。我们当时加拿大的老师还在那个网站买东西，他说真的挺便宜的，但是你就是得等，有的时候你要等1个月才能到货。我之前说我在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因为没有淘宝不适应，但是其实现在我反而用淘宝开始变得不适应了。我曾经尝试过几次用 Temu 和阿里 Express， 我发现当我搜一个东西会出来10几个结果，价钱最高的可以比最低的高1倍2倍。其实在那上面也不会买什么特别贵的东西，但是你还是要花精力去分析到底哪一个才是产品质量好的那一个。如果说能够保证价格最高的那个肯定是产品质量最好的，其实那也行，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还是担心自己被骗。我觉得这些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精力消耗。所以后来我越来越开始懂 Costco 和山姆会员店他们宣传的，你的会员费其实交的是他们帮你做好筛选的省去的时间。在西班牙，相对于其他的连锁超市，我更喜欢去逛 Mercadona，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自有品牌的，一样东西只有一个，你用不着好几个品牌比来比去的，可以省去很多做选择的时间。第3个降级的方面呢，其实是我发现我的效率越来越低了，但同时我的内耗也越来越少了。从国内开始，我养成的习惯就是即使是下班回家，
我一定要开着电视看点什么，同时网购、休息和娱乐的时间，我必须要同时做2件事情，不然的话就会觉得在浪费时间。经常因为周六周日2天在家躺在沙发上看了2天电视而感到自责。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在想，我退休之后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不就是这样每天在家可以躺在电视上，可以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吗？那我现在如果已经可以到退休的状态了，我为什么要去纠结，要去内耗呢？而且关于效率这件事，也算是被西班牙政府磨出来的吧。其实我发现在西班牙也不光是政府，包括医院甚至是公司，有的时候办事效率就是很低。但是当我特别着急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办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焦虑。但你后来发现，即使他们办得慢，最后这事儿不也办成了吗？然后当事情解决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你之前的这种焦虑是不是也没必要呢？因为你着不着急，你焦不焦虑，他们也都是按照他们的节奏去做的，你就只要等着就好了。我去年参加了我们公司的一个环保的活动，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到底全球变暖和大气环境变差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总结下来呢，其实就是人类活动、人类生产。我们其实只要减少人类活动，就可以缓解大气的压力。那我们人类为什么要生产呢？是为了发展。但是人类越发展，地球就毁灭得越快。而且想想我们这些年来追求的所谓的效率，我们追求效率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节省时间吗？节省下来的时间难道不是应该拿来休息的吗？但结果是我们效率越高，人越卷，越没有时间休息。所以我们追求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拥有一件东西或者做一件事情，其实是出于习惯。但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那些你以前需要的东西，以前需要做的事情，也许现在并不需要了。我来到西班牙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提醒自己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些东西和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它存在的必要。多想想，也许生活会变得更轻松。如果你也觉得人生在任何阶段重新开始都不算晚，那么你可能会对我35岁才第一次留学加拿大，40岁又搬到西班牙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感兴趣。我会分享更多我的真实故事和人生感悟。我们下期再见喽。